1910年12月的一个夜晚，前洪都拉斯流亡领导人曼努埃尔·博尼拉与一群全副武装的同伙，在新奥尔良登上一艘借来的游艇，前往洪都拉斯，要不择手段夺回政权。某臭名昭著组织的未来头目是博尼拉的强大后盾。该组织在整个拉丁美洲被称为 El Popo， 即章鱼，因为它的势力范围很广。El Popo 是一家美国公司，专门走私香蕉，其正式名称为联合水果公司 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 数千年前，香蕉在东南亚首次种植，1500年代初到达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在糖种植园旁用块状地耕种香蕉。香蕉有许多种，大多数不像今天超市里的香蕉。在1800年代，新奥尔良和新英格兰的船长们冒险到加勒比海寻找椰子和其他货物。他们开始用香蕉做尝试，向加勒比海牙买加、古巴和洪都拉斯的非裔农民买一种叫大米歇尔的香蕉。大米歇尔香蕉树大而皮厚，适合船运。到19世纪末，香蕉在美国很流行，价格便宜，全年有售，也得到医生的推荐。随着香蕉成为大生意，美国水果公司想自己种香蕉。为了获得土地，香蕉大亨们游说和贿赂中美洲的政府官员，甚至资助政变，以确保他们的盟友掌权。在洪都拉斯，曼努埃尔·博尼拉用土地特许权回报了资助他重新掌权的香蕉大亨。到20世纪30年代，联合水果公司主宰了这个地区。该公司有段时间拥有危地马拉40%以上的耕地。他们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砍伐雨林，建造种植园、铁路、港口和城镇，为工人提供住所。受相对高薪的吸引，人们移居到香蕉种植区。从危地马拉到哥伦比亚，联合水果公司的种植园只种植大米歇尔香蕉。这些拥挤的农场几乎没有生物多样性，因此它们成为疾病传染的温床。连接这些脆弱农场的基础设施可能迅速传播疾病。病菌通过工人的靴子、火车和轮船，从一个农场传到另一个农场。这正是1910年代发生的事。当时一种菌类将大米歇尔香蕉种植园夷为平地，先在巴拿马，后蔓延到整个中美洲，并通过使人们获得巨额利润和廉价香蕉的相同渠道迅速传播。为了防治巴拿马病的赛跑中放弃了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受感染的种植园，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失业。这些公司随后砍伐了大片雨林，以建立新的种植园。二战后，曾经与联合水果公司合作的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专制政权让位于民选政府，后者呼吁进行土地改革。在危地马拉，雅各布·阿本茨总统试图从联合水果公司手中买回土地，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阿本茨政府提出要根据税收记录支付地价，而联合水果公司少报了这块土地的价值。El Popo 不悦，该公司开展了反对阿本茨的宣传活动，并呼吁其在美国政府的深厚关系网给予帮助。1954年 ，CIA 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策划推翻了民选的阿本茨政府。同年，在洪都拉斯，数千名联合水果业工人举行罢工，直到公司同意承认新的工会。随着逃避巴拿马病导致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不断上升，联合水果公司最终在1960年代初放弃大米歇尔，改种抗巴拿马病的卡文迪什香蕉。如今，
香蕉在经济上对中美洲已不那么重要。联合果品公司更名为奇基塔，也失去了对拉美政治的控制。但现代香蕉业并非没有问题。卡文迪什香蕉需要经常使用对农场工人和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杀虫剂。虽然对影响大米歇尔的病原体有抵抗力，但卡文迪什农场也缺乏生物多样性，这使香蕉贸易面临另一场全球疫情的风险。观看这些视频，不断拓宽你的思路，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